是 Underscore 的概念美术伟伦，今天非常的开心跟大家见面，然后也很荣幸能够参加这一次的亚太游戏高峰会。那今天我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主要是我们 Underscore 在今年3月会发售的游戏 Alicia 双子神一气之境的美术部分设计分享。那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 Alicia 双子神一气之境是一款什么样的游戏。它是一款在 Switch 平台上开发的轻度体感解谜游戏。那我们玩家会扮演一对姐妹，双胞胎姐妹 Aisha 跟 Lisha， 我们跟着她的脚步一起探索这个神秘的双子神殿。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去年的任天堂发表会，任天堂的 Indie World Showcase， 然后我们在上面，我们有荣幸参与到这一次的活动。那可以看一下我们当时所参加的一个小小的片段。可以看到，其实这边就只有短短的15秒，但是可以看到画面的右下角就有那个 QR code，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不妨拿起手机扫一下，这边其实可以直接看到我们当时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宣传的影片。好，那接下来我们开始提到是关于我的部分，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的经历。那我是毕业于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多媒动画艺术学系，那我目前正在 Underscore 参与开发 Alicia 这个专案，那我现在是担任 Lead Artist 跟 Concept Artist 的部分。那可以看到画面右边的部分有一个叫做 Wayland Republic，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作品网站。那大家如果就是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就是扫个 QR code， 然后进去看看我的作品。那如果有兴趣或是有什么想法的话，都欢迎就是写信跟我讨论。非常欢迎就是有艺术同好的朋友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开始来进入正题。那这边想要谈论一下，就是为何我会以想象的呼吸为命题。那这个部分就是说，何谓呼吸？就是说我们在设计一个架空世界观，我们要如何让自己能够感同身受，能够带入自己所设计的世界，进而去感染别人。我觉得这个是身为一个创作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的方向。那一集就是说，我们在设计这个部落或设计这个种族，他们会用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心情去过生活，去饮食啊、穿着、服装什么的，我们要去想象一下自己笔下的人物，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那这个就是我这边列的命题的意义。那我们先来开始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部分。这边部分我想要提到一个部分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设计方向。那他们虽然截然不同，但是其实未必是矛盾的哦。他们其实是可以做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补强。那相信这个应该也蛮多人会知道这个东西。那只是我认为它是在设计一个架空世界，它一个最基础、最有脉络的一个理解方向。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top down 跟 bottom up 这两个东西的差异。top down 这个东西比较像是说，我们先有一个大致上的一个概念，那我们再去往更细的部分去延伸，最后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设计回圈。那再来是，如果是 bottom out 的部分的话，反而是说我去细部去思考每一个小节点，那最后再构成一个庞大的一个事件。那这两个东西，我是觉得说，它并不是规范，它也不会冲突，它只是帮助我们去厘清思考的一个好的工具。那这个东西就是介绍给大家，那就是大家可以稍作参考。
那再来就是我们回到我们 Alicia，我们在设计我们这个整体遗迹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去思考的？那我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想法，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说，文明跟文化和那个部落这些东西，我觉得它都是跟随于原本的环境所影响，就是意思是说，就环境会影响这些人类的生活啦。那就比如说像是偏乡地区，或是食物缺乏的地区，可能会有食人族啊，或是说内陆地区可能会特别的，就是有比如说把盐视为是非常贵重品的这样一个价值观。这东西就是所谓的环境去影响整体的一个文化的设计。那这东西以我们马来西亚为例呢，我们就是先设计了一个故事，它跟火山爆发跟有大量的一个湖泊的一个环境，然后旁边又有绿草如茵的一个景观。那我那时候在思考的时候，我就以类似的线索去聚焦，我就去找现实中的一个类似环境。那我就找了纽西兰的陶波湖，那它是一个活口湖，那一样就是符合我们传说故事里面所设计的那样的一个景象，所以我很快的就是用陶波湖作为一个基底，那我再用这个基底呢，然后再去建构整体的遗迹可能的形象。那这边就会开始带到就是遗迹的设计，那我们遗迹叫做特恩格卡，那接下来我们已经确定了整体的这个地理环境之后呢，那我们后续就会比较有一个方向，那开始就是设定文化的部分。那文化简单说可以分两个东西，一个是物质跟非物质。物质东西比较好理解，就是像建筑、服装，或是说雕饰这些东西。那比较复杂一点的是认知跟价值这些东西。那其实严格说起来，我们延伸下来，其实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啦，就是像符号、语言、文字这一些。符号就是像是宗教符号嘛，像基督教的十字架，或者是佛教的那种万字符号。那语言文字的部分的话，我们这边有特别去做一个小小的巧思设计，就是我们有设计一个符号叫做两英文，这个是特恩格卡遗迹的一个专属的文字。那我们在这边做了一个有趣的小设计，就是我们虽然拼音方式跟文法都是用跟英文一样的形式，因为方便我们玩家跟读者去做一个好的一个辨识方式，避免太复杂的一些卡关之类的。那所以说我们在语法和文法上，我们是最终是决定用最通用的英文去做一个解法，因为也一方也方便就是各国的玩家能够共同去解开这样的一个谜题。那比较有趣的是，我们在形体上，我们是采用就是台湾的注音符号这个东西，因为其实严格说起来，每个设计者他都会受他过去生长环境，或是说受到的一个生活的体验做影响。然后我们毕竟是台湾的原创设计者，我们终究是台湾的孩子啊，所以我觉得把自己家乡的东西融入进去，我觉得是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尝试。那虽然说是注音符号，但是我个人是非常的，就是强调说，在设计上一定要就是要有内化，要有自己的一个再创造。所以说，它虽然是取材自注音符号，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它其实很多细节其实是有跟注音符号是还是有差别的。那可以看到是说，它其实它的造型上是比较接近像是那种石碑的那种刻纹，然后字体上是接近像是那种汉隶那种矮扁短的那种造型，因为这些东西就是跟我们在前面那边设计的那个地理环境有关。这边环境就是大量的矿石，所以他们这边就是习惯就是用矿石做成那个石板的碑文。好，那这边就是往下带。那这边在提到说就是造型张力的追求，这边就是提到是说，什么叫造型张力？就是要强调就是夸张的造型，但是问题是我们夸张造型，我们要如何让玩家能够马上能够带入说这是一个他所认知的一个生物的感觉，那就是我们需要用真实的生物的性质去弥补。那
这个东西也跟随着说跟环境的一同设计，那就是增加了这个生物的真实感，它的存在感也会更加的强烈。那只是说在设计的过程中有个东西要注意，就是说虽然我们是从现实中的动物去做参考去组合，大部分的奇幻生物都是这样来的，那只是说我们要去注意一件事，就是内化。我们虽然是把这东西拼接起来，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做出一个设计，就是在设计，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设计者的一个工作啦。这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把单纯的东西去组合起来变成奇美拉单纯的千和兽，而是说我们要去把它做出这个动物它本身的一个身份。讲比较文字多一点是说灵魂，它需要有自己的一个个人的身份，而不是说只是单纯的组合式的一个动物。那这边有个比较棒的一个参考，就是像《魔物猎人》的冰牙龙。可以看到它其实它精巧的地方是什么？它虽然看你是剑齿虎加龙，但其实它精巧部分是说，你看它的鼻子前端，鼻子前端它虽然看起来像是有个猫的脸，但其实仔细看，其实看起来它本身还是爬虫类的结构，因为你看它没有脸颊，然后看它的鼻子尖端部分其实是有一个龙的一个鼻子，就是龙的一个就是基本的一个外显的一个鼻孔，但是问题是它用它的轮廓去做出一个转折面，看起来就像是猫科动物的那种就是鼻型。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一个算是蛮经典的一个案例，大家可以参考看看。然后像这边就是我设计的一个遗迹动物，叫做宁陀鸮，它其实融合了一个猫跟猫头鹰跟蛇，以及像是鸵鸟或是像有羽毛恐龙的一个各种意象，但它其实它本身它是作为一个主体的。它并没有说是看起来像是一种就是不协调的拼合怪，就是这个部分也是我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部分。然后这些东西是我们在遗迹里面去设计的一个动物信仰，那每个动物信仰它都代表了一个美德。那这部分其实是有参考埃及的动物神信仰，还有那个巫毒教的精灵的设定。我们遗迹里面这个就是总共有8个精灵，它分别代表8个美德。然后在最旁边这个东西是在遗迹里面的8个精灵的实体的雕像。那这些东西我们是有做出每样的区别的，因为其实，在大部分的文化里面，就常常出现这样的状况，就是可能雕像跟图腾跟实体动物其实是有多少有点落差。那这个就是跟价值观、跟宗教，或是说跟可能技术限制这些东西都是我有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也是想要在这边呈现出像这样的一个真实感。那色彩光卡象征，就是因为情绪算是我们游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所以说其实我们很希望说玩家在进入关卡的递进之间，他能够感受到该关卡的一个特色和可能渲染出的情绪，这就是我们其实也想要给玩家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体验。那接下来就是提到说最重要一个篇章，就是我们在设计怪物的时候，这个都是承袭刚刚前面讲的一个设计动物的一个理念啦。那我们就分享一个实际案例，就是像我在设计这个遗迹里面的怪物诺瑶的时候，我得到需求总共有4个，它需要有木属性的魔法，它也要有一种就是受到诅咒的意象，那它也要有巨大的身躯所形成的一个威吓感，那它也需要说有在遗迹长久困在里面的一个成就的一个感觉。那所以综合这些以上，我就是最终是用这样的一个设计去体现。那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它头上那些尖刺、尖尖的棘刺，它虽然它又有植物的意象，然后也刚好也能够有一个强烈的线条的张力，去体现出那个它的侵略性。旁边的那个烟雾所构成的犄角和巨大的前肢，也能够体现出它的强大的那个威吓感。然后可以看到，其实我跟遗迹部分相关，就是它头上的那些残块，还有它类似像斯芬克斯那样的一个狮子类的外形。可以看到，其实这个东西就跟刚刚讲的变样龙类似，就是它虽然有类似像狮子的尾巴，但其实我是用植物去做它的一个本质的一个性质。就是它虽然有形体类似像狮子尾巴，但其实我是用植物去填充其实的。那这个部分就是刚刚讲的一个实例。那设计脉络就是刚刚所说的，从发想到归纳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然后再来就是组合。那最重要的就是说减法。
我们要去把一些就是太过于辨识度高的一些不重要琐碎的东西去做减去，这才是设计的一个意义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说，这边就是我们一些未采用的设计图，可以看到我们去做了非常多的一个尝试。好，那再接下来是我有个部分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概念美术的部分。概念美术其实是一个我自己是觉得是蛮接近艺术家的一个工作。那所以其实就是想象力和其实就想象力其实是应该是不受局限的。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就是回归艺术的本质。那你要去在一定的基础上，然后去把它做提升，去做出一个超越那个部分的一个东西。那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就是多风格的掌握程度。多风格掌握程度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你能够从一个风格的维度扩到另外一个维度。那这有什么好处？就是说你能够获得即战力。那第一个是你能够帮助你更加适应你所带的团队，第二个是帮助整体的团队去磨合的更加快速。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再来第三个就是说，将文字转为图像的一个能力。那这个其实就是先靠你的基本功。基本功，如果说非本科系想要尝试进入那个本行业的话，那其实我觉得可以先检视一下自己的基本功，就是像是素描人体的结构啊，或是说像是透视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就是虽然讲起来很简单，但其实我觉得它是所有就是你看到了一些概念图的一些的基础。那当然，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多多的去查资料，或是说看教程，或是看各种的一个大佬的作品，然后去增加的 input，提升自己的感度。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台湾其实游戏圈的资源非常之多，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多去善用，就比如像是增肥，或是说台北电玩展这一些，就是里面很多很厉害的前辈都会在里面分享东西。那我觉得就是大家不妨可以把握这种机会，然后多多交流。那不只是获得经验啦，那其实更重要的其实是就是能够获得更多的同业的伙伴，然后也许能够一起完成更多更棒的东西啊。那大家一起为台湾游戏业努力。然后 OK， 这就是我这一次的分享。那真的非常谢谢大家花时间聆听这么久。那中间的那个连接就是我们游戏的官网的连接。那大家如果有对我们游戏有兴趣的话，就不妨后续的可以多多关注，就是我们后续的宣传的计划。那再来就是底下的这个联系方式，就是我个人的一个信箱。那就是大家如果对这一次的提报如果有任何的想法和想要跟我聊聊的东西，都欢迎用这个信箱跟我联络。我真的也非常就欢迎大家来跟我聊聊就是相关的话题这样子。好，那就我的提报就报告到这边，就谢谢大家，拜拜。Xsolla 是专为游戏提供全球支付和发行解决方案的供应商。Xsolla 只专注于游戏行业，提供安全支付，并为中国游戏出海提供一站式商业解决方案。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プラチナゲームズのスタジオヘッドをしてます稲葉敦です。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チーフゲームデザイナーの神谷秀樹です。ソルクレスタの総監督も務めています。今日はその最新作のソルクレスタの映像を見ていただこうと思いますので、まずご覧ください。
はい、今見ていただいたのが、我々が、立ち上げたネオクラシックアーケードの、第1弾となる、縦スクロールシューティングゲーム、ソルクレスターです。はい、このソルクレスタですが、まずベースになっているのが、1980年に、リリースされた、ムーンクレスタというゲームがまずあります。で、その続編として、1985年に、テラクレスタという作品も発表されました。いずれも、縦画面の、シューティングゲームで、合体というものをテーマにした、作品でした。合体していくことで、どんどん、機体がパワーアップしていくというシステムを搭載したゲームでした。で、まず、僕は常々、そういったクラシックゲームが大好きで、自分でもそういうものを手掛けてみたいと思っていて、そういうゲームの企画書っていうのを、仕事の空いた時間を使って、構想したり、企画書を書いたり、していました。で、その中で、3機の戦闘機が合体するっていう、システムのシューティングゲームというのを思いついて、で、この、企画というのを頭の中でさらにブラッシュアップをしていたんですが、その時に、1980年と1985年のそのムーンクレスタ、テラクレスタという作品を思い出して、いずれも合体というものをテーマにした作品だったので、その世界観を使って、さらに膨らませる、その続編を作るということで、ソルクレスタを作ったら、さらにこう作品に面白さっていうのがこう加わ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って、今回の最新作ソルクレスタを作りました。じゃあプレイ内容については、実際の映像を見ながらちょっと解説してみましょうか。はい、この作品は、先ほども説明したように、3機の戦闘機を操る、シューティングゲームです。3機、まずは1号機からゲームが始まるんですが、2号機、3号機とゲームの中で、合体していってパワーアップしていきます。で、3機揃ったところで、それぞれ1号機、2号機、3号機にその攻撃の特性というものがあって、どの、戦闘機を先頭にするかで性能が変わります。1号機を先頭にすればレーザーが発射できて、2号機を先頭にすれば、ミサイルが誘導ミサイルが発射できます。3号機を先頭にすると、威力の強い、ただ連射性能は劣るんですが威力の強い、ドリルを発射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これをゲームの中の敵やシチュエーションに応じて、プレイヤー自身で分離して再合体して、攻略をしていくと、そういうゲームになります。でまた3機を、特定のこう隊列に並べることで、フォーメーション攻撃というものを行うことができて、これはテラクレスタでもあった要素なんですが、今回はさらにそれをこう自分で機体を操って、自由にこう形を描いて、特定の形が決まったらその形に応じた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が出るという、その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を組むというところもゲーム性に組み込んでいます。はい、今、実際斜め下に発射しレーザーを発射したこれはフォーメーション攻撃の一つですね。はい、縦に配列をすると、その配列に応じた、こういう、攻撃ができるというシステムですね。でこれ威力が強いのはもちろんなんですが、このフォーメーション攻撃で敵を倒すと、ソルメダルというメダルのアイテムが出てきます。でこのメダルを取得していくことで画面左側にある、ゲージが上昇していって、そのゲージが到達したところの、パワーアップ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このフォーメーション攻撃を効果的に使って敵をたくさん倒してでソルメダルを、たくさん集めていくことが、攻略の、一歩になりますね。ちなみにフォーメーション攻撃は画面左上にある丸いゲージですね。これがマックスになっている分、使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これは敵を攻撃して倒していくとゲージがたまりますので、敵をたくさん倒してゲージを貯めてで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を組んでさらに多くの敵を倒して、ソルメダルをゲットして、ゲージを上昇させてパワーアップしていくというサイクルのゲームになりますね。
ゲームプレイはこんな感じです。で、今実際流れていた映像で音楽も流れていたと思うんですが、こちらの音楽も小城雄三さんという、今も一線級で活躍されているコンポーザーで、実際に80年代にも、そういった、ゲームの音楽作りっていうのをされていた方で、とてもその筋に詳しい方です。その方にも協力していただいて、当時の音作りというものをベースにさらにそこにネオの要素を加えて、今でも鑑賞に耐えうる、重厚なサウンドに仕上げ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こちらも、全ステージ専用の曲がありますし、雰囲気を盛り上げるドラマティックな曲も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ので、楽しみに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なと思います。先ほどね神谷が第1弾という言い方をしてましたけれども、当然第2弾第3弾、第4弾第5弾、どんどん出していきたいですね。せっかくそういうネオクラシックアーケードって銘打ったんだからそういうタイトルを出していきたいって思いはあります。でも別に何かその昔のものをね、こう懐かしがって作りたいっていう意図だけがあるわけではなくて、やっぱりそこにこう新しい遊びを乗せてきちんと新しいコンテンツとして出したいっていう意図と、昨今そのゲームってやっぱりどんどん巨大化していってるんで、こういう風なサイズのねプロジェクトをどんどん世に出してスピーディーに出していきたいっていう気持ちがあって、そういう意味でもこのネオクラシックアーケードっていうブランドをですね大切に育てていけたらなと思ってますし、もう社内でいろんな次のアイデアをもう神谷とも話し合っているところなので、そういうところも期待してもらったらい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プラチナゲームズ、新しい遊びを生み出すっていうことを一番大切な思いとしてずっと運営をしてきている会社ですけれども、今まではそのデベロッパーっていう立場で、クライアントがいて、一緒に作って一緒にこう販売するっていうような形でしたけれども、今後は自分たちで自分たちの作ったソフトをパブリッシングしていくっていうパブリッシャーとしての道を、歩み出そうとしてますので、そこでさらに自分たちならではのこう味を持ったコンテンツをですね、自分たちの手でユーザーの皆さんにお届けできるように、していきたいなと思っています。今ですねプラチナゲームズ少しずつではありますけれども自社 IP タイトルっていうのが増えてきてますので、そちらをまとめた、映像があります。そちらをご覧ください。映像をご覧いただいて、たくさんこうバラエティに富んだタイトルがあったと思いますが、一番最後の、プロジェクト GG は、また僕が監督を務めるプロジェクトです。こちらも今は詳しい情報はまだお話しできないんですが、映像から想像を膨らまして、期待していただければなと思います。この映像をご覧になっている皆さん、ユーザーの皆さんは、我々がこれから作っていく、タイトルに対して、ぜひ期待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し、また、もしゲームクリエイターを目指して、実際にゲームを作っている方、そういう方が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ら、ぜひ我々もそういった方々が作る新しい作品っていうのを見て楽しんでみたいと思うので、業界を盛り上げるために一緒に頑張りましょう。
プラチナゲームズオリジナルタイトルを作ることを非常に大事にしていて、昨今なかなかオリジナルタイトルって世に出づらくなってきてますけれども、僕たちの会社は、一切変わることなくそこに挑戦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ます。次何出すのか分かんない、面白いやつらっていう会社であり続けたいと思いますし、そこに関してはユーザーの皆さんも期待してくれたらなと思います。ただそういう刺激的なところで刺激的な作品を作りたいっていうクリエイターの人がいたら、今一番面白いタイミングなんで、ぜひプラチナゲームズに参加してくれたらと思い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こちらのソルクレスタ、アチーブメントもありますし、難易度も、簡単な難易度から、ハードな難易度まで、自由に選べますし、またスコアを、競える、5分間の、スコアアタックモードがありますので、これで全国の皆さんとスコアボードを競っていただくこともできます。いろんな楽しみ方ができる作品なので、ぜひ楽しみに、していてください。それでは皆さん、さようなら。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さようなら。大家好，我是 Xsolar 大中华区域的负责人陈金波首先感谢台北电玩展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来介绍一下 Xsolar 的这个支付产品。那么我问一个问题，大家在这个海外运营游戏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第一关是什么呢？我想肯定就是支付嘛，对吧？首先你在运营游戏的时候，你要把钱从玩家那收回来。在选择支付公司的时候那么你首先考量的条件是什么呢？那我想肯定你要选择一个支付渠道比较广，你的客服呢比较好你这个反欺诈率就是你这个坏账率比较低的一家公司。那么 Xsolar 呢就是这么一家公司。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这个 Xsolar 公司呢，主要从这么几个方面开始介绍。第一个，那么 Xsolar 是谁？第二个呢 ，Xsolar 到底能为我们大家能做什么第三个呢，我分享一些案例。Xsolar 是谁呢？用一句话来形容 ，Xsolar 是专为游戏提供全球支付和发行解决方案的供应商就很清楚了我们是提供游戏支付的另外呢，除了游戏支付之外，我们还提供这个发行解决方案。那么这发行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后面听我一一道来。Xsolar 呢，在提供支付的时候呢，我们有一套完整的这个支付引擎，我们有15年的专注游戏的这个支付经验另外呢，我们在这15年过程中，我们提供了一整套的这个工具和解决方案所有这一些工具的使用都是免费的。那么 Xsolar 全球呢有500多名员工我们的总部呢是在美国的洛杉矶另外呢我们在这个亚洲、欧洲北美洲和南美洲都是有这个分公司。Xsolar 呢成立了15年，我们只专注游戏。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为全球1100多个公司提供了服务。另外呢，在我们的支付平台上，大概有1500个游戏在运营。那么我们全球呢，这个支付服务覆盖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有700多种支付手段。这个数字呢，大家记住，700多种支付手段我们看了我们的竞争对手，有的可能有100种，可能有的有200种那么在游戏行业有700多种支付手段，只专注游戏的，可能就是 Xsolar 一家了。那么我们的合作伙伴呢，大家看能看到这个堡垒之夜堡垒之夜大家都知道是FBA 公司非常著名的游戏。另外呢 Twitch 是美国最大的直播游戏平台也是我们提供服务的另外像 Take-Two 呢是我的老东家这个我们也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往下看能看到是 Roblox 这是最近比较像的元宇宙的第一股那么还有米哈游，这些都是我们的大的一些合作伙伴。那么我们讲的这些呢 Xsolar 有700种支付渠道覆盖了200多个国家地区。那么我们到底能为你做什么？那么首先呢，我们 Xsolar 提供一站式的支付解决方案我们的这个服务模式呢，我们提供了一系列产品像 Login Launcher One Stop Builder就是这个背包
那么 Web Store 啊，那么这些方案呢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平台里找到。另外呢 ，Xsola 主要产品功能，实际上我们在我们平台700种支付手段基本上你能想到的、能找到的这个支付渠道呢，在我们平台上都有比如咱平常说的信用卡那不用说了，对吧？这个电子钱包网上银行，那么现金支付铁路卡，就是你想到的和没想到的这个支付在我们平台上都有所以这块呢，我们 Xsola 在这方面还是非常强的。另外，我这里面我要提出一点那么 Xsola 呢，可能很多人问 Xsola 不就是个第三方纠葛平台吗？我的答案是我们首先是一个第三方纠葛平台，但是我们的商业模式呢是比第三方纠葛平台往前进了一步，我们叫 Merchant Record。那么第三方支付公司和 Merchant Record 有什么区别呢？那么 Merchant Record 实际上是帮助我们的合作伙伴在当地处理所有的法规这个所有的税务就帮你们把税也交了让你们产品去合规。那么反过来讲，我们支付中心的主要功能和优点那么刚才我再总结一下，那么包括法律和财务的这个你的利益，那么我们一个合同就可以涵盖所有的这个法律和这个财务的问题。那么另外呢，我们这个服务呢是作为本地货币本地报价。那么这里面我还要强调一点是什么呢？我们的反欺诈系统是被 Epic 公司评为这个游戏里边最好的这个反欺诈系统，所以我们的坏账率是最低的。另外呢，我们刚才我也讲了，我们提供7天24小时这个服务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们呢是一家在服务上和这个我们的方案上是比较全的一家公司。那么刚才我讲了说有700种支付手段那700种支付手段都分布在什么地方呢？大家从这张图可以看出来，那么我们在这个在北美呢，我们大概有有接近100种我们在南美大概有89种。那么最多呢，实际上我们在欧洲因为国家比较多嘛，我们接近400种。那么我们在亚洲也有220种。也就是说，大家在做发行业务的时候，你能想到的和没想到的这个渠道，基本上都能在我们平台上找得到的，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我跟有些发行者聊的时候，他就说玩家到了那个支付按钮，玩家就流失了。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后来他们查到，就是因为他们找不到他们合适的付费手段。那么如果找到了像我们他们随便700多种，你总能找到你需要那一款。所以这样的话，它的转换率就比较高一些我想我们的发行者就是说，我们游戏再好，你也得把这个钱能收上来。那么支付渠道是非常重要的。Xsola 公司呢有15年的历史，基本上我们是从这个 PC 游戏页游console 游戏发展过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大中华区的这个游戏开发商呢，慢慢的从这个 PC 游戏呢console 游戏呢就转向这个手机游戏了。那么在手机游戏里边呢我们也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一种是这个和谷歌和苹果商店并列的叫网页商城方案。那么有的朋友会问那么这个谷歌和苹果不是这个对第三方支付方案非常排斥的吗？那么现在我要谈2点。第一个，我们现在提供网页商城支持方案是和苹果和谷歌是不冲突的，你只要在苹果谷歌里面没有跳转原则，它就是不冲突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网页支持方案呢，它的总体费率呢就比苹果和谷歌的这个30%要低得多那这样的话，你有额外的利润，你可以把一部分利让给玩家，这样的话把这些个用户流量呢就可以导入你自己的平台里面去。所以呢，我们提供这2种方案呢，就方便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可以收更多的钱，可以让你们的这个网页商城呢留住更多的玩家增加更多粘度，为将来新游戏新包的这个发布呢提供更好的这个市场解决渠道。谈到了支付这个 Xsola 公司呢，实际上还有一些就是能帮助你们增加这个收入增加用户的一些方案，我们叫流量联盟。过去我们出海都是谈到谷歌、苹果Facebook， 那么现在慢慢的，像有些游戏网红能带来更大量的这个用户和玩家，现在网红这个发展越来越重要了。那么在我们的平台上，我们就提供了60万个网红，
那么每个网红有5万个粉丝才有网红。那么这些呢都是免费的，你只要使用了我们的支付方案，那么你就可以免费使用这些网红来帮助你宣传你的游戏，而且这个网红带来的收入是你们和网红去分成，Xsolar不参与你们的分成，所以这个也受到很多这个合作伙伴的这个欢迎啊。这里看到 PUBG 呢，他们就用这种方案。那么我们的网红计划呢，首先呢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啊，你制定了一个市场发布方案，那么那个网红接了之后啊，那么他就到不同的这个视频传播平台进行传播啊，可以实时的制作视频，实时上传，那么他带来的玩家的收入呢就可以进行分成了。那么除了这个，我们用市场这个增强方案把这个玩家流量带上来，Xsolar还有个市场增强计划啊。这个市场增强计划呢很有意思啊，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联运和独代了。如果你的游戏比较好，那么 Xsolar 比较感兴趣，那么 Xsolar 就愿意呢跟你去联运，利用我们的资源啊，利用我们的资金啊，利用我们的渠道啊，利用我们的人力去帮你增加这个收入。如果你觉得游戏特别好，我们 Xsolar 也特别喜欢，那么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变成这个叫什么独代。在这里面呢，会有一些这个朋友的问一些问题，说如果和你独代去怎么去分成呢？那么 Xsolar 做的非常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只对你收入增长的增量部分进行分成。Xsolar 还做了一些这个工具啊，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叫Funding Club 啊，就资本俱乐部，就是帮助我们的开发者和发行者呢是能找到资金，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这个小型的这个开发商啊，这个正在这个初期阶段啊，在这个业务增长过程中呢有资金的需求，那么我们就做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免费的啊，我们也找了世界一些比较有名的一些投资商也加入到平台里面去，那么我们也鼓励这个开发商也好，发行商也好，也免费的注册进来啊，就是大家可以相互匹配啊，你喜欢的这个投资人在这里边，你也可以进行跟他去沟通啊。那么投资商呢看到你的比较好的这个就是项目书呢，也可以跟你们去沟通，都是免费的。如果你找不到投资的话，我们自己实际上本身也有基金，我们叫 Joystick Venture， 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投了大概50多家这个开发团队了。除了这个 Funding Club 可以帮这个咱们的开发者朋友啊，还有发展者朋友融资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叫 Diamond Club， 实际上就是钻石俱乐部啊，就实际上就是开发者俱乐部。我们在钻石俱乐部里面呢，我们也共享一些业内的信息。这一点来讲，对这个我们的开发商朋友，特别是这个亚洲的朋友啊，如何了解欧美市场、中东市场、日本市场、韩国市场是非常有帮助的啊！也欢迎大家踊跃来加入我们的这个 Diamond Club。那么谈了这些之后呢，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合作伙伴都有谁。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合作伙伴呢，就是 Twitch。大家都知道啊 ，Twitch 是美国最大的游戏直播平台。那么在这里边呢，有很多网红啊，也可以在宣传这个不同的公司的游戏啊，我们也帮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这个支付方案。那么我刚才所提到的60多的网红里边，那么也有很多人呢在 Twitch、YouTube 啊，还有包括像腾讯的 Trover 也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他们都在这些直播平台呢来这个分享那个一些游戏。我也在前面也提到了哈，这个腾讯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游戏 PUBG 哈，他们也用了我们的支付方案啊，这个而且他们也用了我们的网红推广方案，Faceit 类似一个电竞解决方案啊，这个我们也是为他提供了一些服务。那么另外，当地如果有电竞这个的服务商，那么也可以找我们，我们也提供这样的方案。其实说看一个公司它到底是个实力强还是不强，那么你要看它的合作伙伴了。那么这里我想这是每个这个游戏人都知道几大平台。那么对于这个 PC 游戏公司最著名的这个平台是什么？我想大家肯定知道是 Steam 平台了，对吧？我们中文翻叫蒸汽平台。那么 Steam 平台在多联体国家，那么就是 Xsolar 帮助他们接的支付我说到这里面，那么你们就应该就明确 Xsolar 在海外的这个游戏支付市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当然我们刚才我也提到了，像传统的一些这个大的公司，像法国的育碧公司，那么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游戏呢这个 console PC 这个 online还有这个网页有各种各样
各种各样的游戏。那么我们呢也帮助他们呢提供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那么这里面呢，我想重点说一下这个 Epic Game 叫 Fortnite。那么谈到 Fortnite， 每个人都知道，那么苹果和 Epic 打官司是因为哪个游戏呢？其实就是 Fortnite 啊。这个 Fortnite 是在海外非常成功的，也非常受海外玩家欢迎的游戏。那么我们为这家公司呢也提供了这个服务那么韩国这个有一个大的发行公司 Nexon， 那么我们也是他的合作伙伴。那么他们其中一款游戏叫这个 Heroic， 在网上也取得非常大的这个成功。最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就是叫元宇宙了。那么 Roblox 上市的时候号称元宇宙第一股Roblox 呢是在我们平台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大家都知道 Roblox 的有各种各样的平台的游戏而且是面向这个小孩的。我们就根据他们这个孩子比较多嘛，那么面向他们呢就制定了点卡，因为很多孩子在国外是没有信用卡的。那么在暑期呢也增长了这个收益增长10%几，那么这个是非常可观的。非常感谢大家呢这个的时间今天让我分享了我们 Axona 是干什么的。那么总体来讲 Axona 是全球领先的游戏支付方案供应商。我们覆盖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具有700多种支付手段目前服务了1500多个游戏。在游戏支付领域，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是非常领先的。所以欢迎大家呢随时来找我们，我们也愿意跟大家成为朋友不光是这个帮助你们在全球做支付，另外呢我们也愿意呢在这个融资在这个信息共享方面，还有甚至联运独代方面呢帮助你们成功。如果你们想找投资，我们 Axona 呢也有这个投资平台谢谢大家的时间非常感谢。Hello, I'm Dylan Gettig, and I'm here today to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the benefits of modular game design. As a brief history of who I am and why I know a little bit about game design at this point, I'll just provide some of my background. So I'm the founder and sole designer at Red Nexus Games, a small indie studio from Canada. We're currently 4 people, and I've got 15 plus designer credits for shipped projects, 2 of which were our own indie games. Friday Night Bullet Arena, which was a finalist for a Canadian Video Game Award, and most excitingly our upcoming game Peglin, which is a finalist at the Taipei Game Show for Best Game Design. So what problems are we trying to solve with modular game design? The biggest one is going to be large, clunky systems, both from a programming perspective and design-wise. When you have these big monolithic structures, they tend to not play very nicely with everything else in your game. And that's very important, both when you're trying to, tie those together through programming, or when you're trying to get those ideas to play nicely with each other with the rest of the content and systems in your game. And the other big thing that it helps to avoid is providing all-in-one solutions for players. I've got a little clip here from a mini game within Stardew Valley, where you can see the player pick up a second power-up and it combines those power-ups. And in this mini-game, there actually is a power-up that you can pick up that just destroys all of the monsters on the screen. It accomplishes a very similar effect, but the case where the player puts those together themselves feels much, much more satisfying. So what is modular design exactly? It's the process of breaking down our ideas, our content, and our systems into the smallest and simplest pieces, and then combining those pieces together instead of building things as one big elaborate stack. So I've got a little image here that just kind of helps describe here are some 3D printed castles that just they come as they are. Here is the castle. And on the other side, we've got all of these blocks to play with, and we can very quickly configure a bunch of different castles. They might not be as ornate and incredible on their own, but having that very easy to use range of content can be so important and so powerful, both for the designers on your team and for the players that are going to be interacting with that content.
Some of the biggest benefits of modular design are the fact that it lends itself really well to best practice programming. A really popular programming paradigm today, that's a bit of a tongue twister, is the component-based system, which is really what Unity is heavily focused on. And even if you're a designer, I would take a look at this chapter in Game Programming Patterns that describes the component system and how you can use that to really make like modular, reusable pieces for your game. Even if you're not a developer on your project, if you are like just a designer and you have a team of engineers like helping build tools for you, it can still be really, really useful to kind of understand some of the paradigms that are happening under the hood. The second big one, and it plays really into this, is it's easier to reuse and combine content to create things that are entirely new. You know, if we jump back to our 3D printed castles in here, the castle is pretty much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You can't really easily configure that in any different ways, whereas with our blocks, you know, within seconds you can whip up a completely new design. The third big one for me is that brainstorming new content becomes really easy. Once you have all of these puzzle pieces in front of you, you're not just working from like a blank canvas, which is notoriously difficult to come up with like new ideas out of thin air. When you can look at all of the different pieces that you've got and think, you know what would work really well with these things, or what would happen if we put these three things together, that makes your life a whole lot easier when it comes to quickly creating new content. And the last piece is that it's just easier to tutorialize. It's easier for players to look at an individual block and figure out what it does, and then figure out how that would work with other pieces as they, you know, are introduced to new blocks, than it is for a player to look at that castle and see, you know, what do I do with this castle? What are all the intricacies around it? If they have put that together themselves bit by bit, they're already familiar with all of the core systems in your game. So for this next section, I'm going to look at some specific examples of how this design paradigm has helped us out with Peglin. So our first clip here is just a very, very simple, the basics of Peglin. And I know, like, looking at it for the first time, it can be a little overwhelming. So I'll just walk through it quickly. But I promise it's really not that complex. So the middle part here is our pegboard, and it plays like kind of like pachinko or pinball mixed together a little bit, where the more of these pegs that you destroy, the more damage you're going to do, and you can see that adding up over time. We have some special things on the field to interact with. This green peg brings back all of the pegs that have been popped. The yellow peg provides you with a critical hit. This bomb, when detonated, deals damage to every enemy, which is very helpful. And then we've got this, this pink slime peg, and that's really at the crux of what I want to talk about. This normally doesn't appear, but it's something that's been added special from some orbs that the player has collected. It's kind of different pinballs that they've been able to use. So jumping right to the end of our current content, our current demo, this is one of the final bosses. And so we wanted to give it some really unique mechanics to set it aside from the rest of our normal enemies. What we came up with was slime on the pegboard that would affect the physics of your pachinko ball. So you can see the slime along the side there really gets that orb stuck there, that ball stuck there, and it just kind of falls all the way through. It loses all of its momentum and falls through. And then the other thing that the boss does here is when it attacks you, it puts that same slime onto regular pegs. And we made this extremely modular even to the art level, where the standalone art is the same art that sits on top of the peg. And we worked to make them so that, you know, they could work well together, so that under the hood, it's a very, very similar system that's affecting the physics in both ways. So it was a really, really nice way for us to, you know, get a little more mileage out of the slime system that we were working on, which is, you know, kind of one of our core tenets for design, to really lean into that whole modular system. And so to tie that all off, our last little Peglin clip here, it's back to that original battle where we had this slimy orb, the splat orb, and you can see that every couple of pegs that it hits, it leaves a slime on them.
It's a bit hard to tell on these new long pegs here, but for these ones, it's the the exact same slime being used on them. But instead of it being a negative effect, we've just flipped that around on its head a little bit. So instead of it being slime that lowers your momentum, it's actually slime that is bouncier and makes the orb travel faster. And we've leaned into this even further with our relic system. You can see our relics in the top left corner here. And basically, any time that we have a piece of content that fits as a building block for another orb or some enemy behaviors, we try to pull the core essence out of that and then make it its own relic. And so we have one that makes any orb apply slime. And once we had built that slime system and built it to be easy to modify, the kind of modularity of it, it actually applies healing slime. So there's a bunch of different kinds of slime that you can get. And we wouldn't be able to do that had we not designed it to really be piece by piece. So for my next little part, before I wrap things up, I just want to talk about a few kind of bigger, more recent games that people have probably played and what I think they've done really, really well in terms of modular game design. So I've got a clip here from Halo Infinite. Hopefully most people have played it and this will make a lot of sense. But it's the newest addition to the Halo game. And what they've added to this one that was never in any of them was this grappling hook. And you can see here that the grappling hook, it's a very, very simple concept. It's pretty rudimentary at its base. It just brings the player from point A to point B. And the clip that I've got here shows that point B is an enemy, and they have a melee weapon, which needs to be close range. So there's really, really good synergy there between these two basic blocks. Get me to that point because I need to be close, and I have a weapon that does really well when I'm close. The neat thing about the way that they implemented the grappling hook is that they also looked at all of the other building blocks of their game, and they combined it with them in some really interesting ways. So not only can the grappling hook be used on like any surface in the environment to get you from point A to point B, as shown in this clip, it can be used on enemies to get you, into their face, right up into point B. And it can be used to pick up weapons or equipment. And it can even be used to like get into vehicles or to pick up a flag for capture the flag. So they've taken this like piece of like bite-sized content, this like simple design concept to get me from point A to point B quickly. And then they've tied it into everything else. And I think they just did a really excellent job of that. In my second one here, I don't have any, I should have found a clip for this because they do some really amazing things. But Breath of the Wild was really built on this idea of small systems that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play with each other. And they actually, so I've linked a talk here, and there's a talk available on YouTube from GDC 2017. And they actually refer to it as a multiplicative design. Which also makes sense because, if you have a bunch of different blocks and they can all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he outcomes do like multiply pretty rapidly and give you a huge possibility space, which is really, really exciting, both as a designer and as a player. But I prefer the term modular design, even though they're a roughly similar concept, just because modular design is a little bit more self-descriptive. It kind of tells you how to do it. Whereas multiplicative design, in addition to being very difficult to say, it doesn't describe how that effect comes about. So I prefer modular design. But yeah, in this talk, they talk about all of the systems that they put into Breath of the Wild and how they, to test whether it would work in a Zelda game, they built a prototype that was kind of like the original NES graphics of Zelda, but they gave it some of the systems that would go into Breath of the Wild, like setting trees on fire and chopping them down and pushing them into the water to use as a bridge or a boat. And it's really, really interesting to see how they got those like core modular interactions into a prototype before they even thought about building out like the big 3D world and everything that the game is, now renowned for. So I highly recommend checking that out. The core takeaways here. The easiest ways to like get started and make sure you're like
designing modularly, whenever you're describing a new piece of content or a system, you really want to look for the ands in that design. You know, if you're saying that, like, I want an enemy that jumps and glides and stomps on a player and can pick up items and throw them, a lot of those ands you really want to like break down into their core pieces, and then at the very least make sure those are like separated in code. But I would also try and make sure that you're not better off just focusing on one thing. You know, maybe an enemy that jumps and glides and just deals damage to a player is fine. Maybe it doesn't need that stomp mechanic. And if you've designed it modularly enough, you should be able to toggle it on and off and test it either way pretty easily. Focus on the minimum viable product for your designs. This is something that's really, really important for game design in general. You always want to make sure that like the very core root of your game is fun, and it doesn't require a ton of huge systems to make it fun. You want to make sure that it's going to be fun, and it's like the minimum viable thing that you'd be able to release to players and have them play with. And you can do that for every piece of content in your game. Really, really important for those little modular building blocks. And then just a little thing here kind of built on that is to just focus on the bricks and the castles will come. Once you have all of the individual pieces of content, you'll start to naturally see ways that you can stack them up in really neat, combinations, and those multiplications that they talk about in Breath of the Wild. You just end up with so many more different unique castles than if you were building them all out as those like printed prefabs every time. So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today. I hope that was helpful.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I'm pretty easy to reach on Twitter or via email. And if you're curious about Peglin, we have a demo available on Steam, and we're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getting it out into early access later this year. So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enjoy the rest of your day.